李少，这幅画出自新晋先锋画家望舒女士之手。这画够劲，你说望舒本人他会不会也这么够劲啊？这才是我该有的样子。怎么回事？头晕了。你中了迷情香，情毒很快就会发作，待会儿你就可以欲仙欲死了。你绝不能落入这老色鬼手里，得想办法自救。你想要刺激什么？这才叫刺激。不想活了？敢进我们厉少的身？厉少，看样子挺有权势，不如利用下他。小贱人，敢咬我，我看你往哪儿逃！老公，他骂你的小野猫，你可要替我做主啊！老公，小野猫，再叫一遍。老公，完了完了！见过不要命的女人，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你竟然有老公，人家还跟我说你是个雏。我当然有老公了，没看到吗？又高又帅，我还好。这女人未免也太有意思了吧！人家竟敢耍我，我要让你们这对狗男女去死！谢谢你了。利我？怎么这么热啊？好难受，先解药有劲。不是理由，是妖气。Stop it.
Just like the cry. Almost fading. 知道勾引我的下场吗？现在喊停，晚了。这么野，勾进。鱼缸普雷，我怎么会做这么荒诞的梦啊？难道不是做梦？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女人费尽心思爬上我的床，现在装无辜还挺像。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我床上？你的床，真稀奇，现在女人都这个样子了吗？昨天可是你主动勾引我的，说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放开我，我要报警！昨天喊我老公的时候怎么不报警？他竟然什么也没拍，难道我真的冤枉他？昨晚是画展会，爸爸叮嘱我留在画室里，等拍卖会结束才能离开。你中了迷情香。老公，他骂你的小野猫，你可要替我做主啊！不是灵，是妖精。完了，这是我主动勾引他的。我昨晚是被下药了。别乱动，你再乱动，我保证再让你经历一次浴缸 play。他就是一疯子，我不能刺激他。睡了就想走？你想要干什么？当然是让你尽老婆的义务。谁是你老婆？你别乱说！你放开我！你这个混蛋！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李少，您吩咐的东西。给我的。不然呢？这里还有谁穿女装？还是说你想不穿内衣内裤，就这样大摇大摆的走出去？我去卫生间换。过来。干什么？昨晚的事，我觉得你有权知道。什么？
竟然是他们！这包香有催情的作用，只要飞烟点燃，闻到了就会在床上乖乖的当成一个玩物。只要江总心满意足，我们云家一飞冲天，指日可待。姐姐不仅要当我的替身画家，连身体都要替云家赚钱。我们可真是把她的价值完美利用了。哎，怎么能说是利用呢？我们云家养了她这么多年，她应该知恩图报才对呀，哪怕是牺牲她的一切。还是爸爸英明，这么些年来编造了真假养女谎言，把云飞烟耍得团团转。飞烟这丫头啊，性子烈，只有心生内疚，才会乖乖的成为我们的棋子，心甘情愿的替你画画，助你成名，为我们云家铺路。我竟然是云家的养女，这些年他们都在骗我。如果你觉得伤心，就不要再看了。心已经千疮百孔了，再补一刀又何妨？紫菱哥哥，云飞烟那个黑户也配和我争？今晚就耍了他。够脏的，别看了。我没事，真心不值钱，我要好好反击。我以为你会伤心的痛哭流涕。为这种烂货男人，有什么好伤心的？说得好，甩了他，跟我怎么样？跟你，除了在床上，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你觉得我很可怜，没有人要，你也想玩我是吗？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我说话的，我对你越来越有兴趣了。跟我。在中州，你是第一个敢甩我巴掌的。可你越是这样，我越觉得够劲、刺激。有对上了受虐倾向。变态！完了，居然有人敢骂厉少变态！厉少，我现在把他给您抓回来。有意思。飞烟啊，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呀？彻夜不归可不是乖乖女的作风啊。去阁楼抄10遍。怎么，不听话了？哎，真乖。等你抄完了，再告诉爸爸昨天晚上都做了些什么。这云飞烟，你发什么疯？反了天了，你个臭丫头，竟然当着我们的面私说！飞烟，你这是在做什么？云家的劲儿样都忘了吗？女妾，教养，见鬼去吧！飞烟，你现在是真不听话了。还想在精神控制我？做梦！我不会再被你们欺骗利用了。飞烟，你这是在说什么？假仁假义！云飞烟，你发什么疯？谁准你这么跟爸爸说话的？死丫头，你是想被关阁楼一辈子吗？飞烟，
你是不是对爸爸有什么误会啊？爸爸让你抄女诫，被家规，也只是为了想把你培养成一位世家女呀。然后呢？好把我卖了是吗？昨天晚上给香炉下药的人是你吧？怎么哑口无言了？他竟然知道了。飞燕，姜卫强能助我们云家一飞冲天呐！作为云家的女儿，考虑到云家的利益，应该要做出奉献呀。如果他看上的是青羽，爸爸也会让青羽做出这样的奉献。你可真会演啊！飞燕，你怎么能敌视爸爸呢？爸爸为了整个家族的利益，也是别无选择呀。好一个别无选择！这些年你精神控制我，让我给云青羽当代笔，让我成为云家谋利的工具，这也是别无选择吗？你口口声声说是我的父亲，我问你，你是我的亲生父亲吗？飞燕，爸爸这么多年教不会你感恩吗？我当然是你的亲生父亲啊！只可惜我有证据，你再也骗不了我了。青羽有的，你不是都有吗？我们养育你这20多年，对你是视如己出啊！不想告诉你事情的真相，是怕你受到伤害呀。视如己出？你骗我，利用我，然后再把我给卖了。云震天，你真毒我！你们云家真卑鄙！你敢侮辱我们云家？还想再欺负我？想打我？你不配！云飞燕，你这个贱人，你怎么敢的？怎么，我一反抗你就怕了，狗急跳墙了？飞燕啊，你也不必怨恨，我们养育了你20多年，管你吃，管你喝呀。我们自己的女儿都在外面漂泊，你为我们做一点贡献，不应该吗？我做的还不够多吗？我12岁用笔名望术临摹《清明上河图》轰动网络，14岁以清代拙果画兰之君子，成为画仙奖年龄最小的获奖者。我把这些全部都拱手让给了云青羽。这10年来，我给他当枪手，我助他成为中州最年轻的画家，也让你们云家风生水起。这些还不够吗？不够，你还得伺候好江总。这就是我慈爱的父亲，把我当提款机，还要我当妓女。不过，你的计谋达成不了了。昨晚上，我已经跟别的男人睡了。怪不得江总说没得到你，说是哪个野男人睡的你？你不配知道。那个不知廉耻的东西！不择手段、不知廉耻的人是你们。这10年的养育，我还给你们所有的荣耀。从今往后，我不欠你们任何。爸爸，不能让他走，距离花生大赛还有1周，他要是把秘密说出去，我们就完了。你还想干什么？谁会让养了10年的囚鸟轻易逃出牢笼呢？不过既然你想飞，爸爸尊重你的意见。你要再为妹妹画一幅画，帮助她在画圣大赛上获奖。啊，一幅画就能换来你余生的自由，这很划算呢。这是爸爸最后的仁慈。云震天虚伪狡诈，肯定不会放过我，不如将计就计。好，我去画是画。很好，这样做还是爸爸的好女儿。哼，原来那天晚上我没有中药。那你说说，为什么我对她的身体那么着迷？任何女人但凡靠近厉少，都会被他揪出去。
唯独飞燕小姐破了厉少的处男之身。厉少，可能就是您觊觎飞燕小姐的身体。这说明我们天作之合，她就应该成为我的女人。哈，不愧是厉少，绝了！厉少，画廊那边来消息，您拍下的破茧已经裱好了。飞燕的性格跟破茧的表现形式很相似，很配。请画。飞燕，你知道吗？青羽在绘画上的天赋比你还要好，只可惜他被拐后受伤，留下了后遗症，再也不能画画。你记得你高烧那晚吗？青羽就是那晚被拐的。他的右手被铁锤敲断3根指骨时，你正在喝着我炖的燕窝。爸爸，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妹妹才会被拐。爸爸不会怪你的，你是个好孩子。爸爸，我愿意把王叔的笔名让给妹妹。真乖。10年了，该跃出这潭死水的人是我。这撕裂的笔触，不屈的色彩，好一个血里跃龙门。有意思。这韦礼宁可血染鳞甲，也不愿随波逐流，就像我之前看过的破茧里的那只，宁死也要撕破牢笼的蝶。是你，是你，又见面了。这鲤鱼为何要逆流而上？是因为他知道龙门之上才能有真正的自由。你倒是懂画。我更懂作画的人。我势单力薄，根本无法和云家抗衡。要是有他，我就能报仇。我记得厉少上次跟我说，让我跟你。想通了？还是说这是你摆脱云家的计划？怎么，厉少不敢？我想要的不只是交易。厉少这是要讨债？连本带利。你，这才是枷锁该有的样子。你这是要玩火？上次你跑得太快，这次我该收利息了。漱口的，够紧，够紧。
孩子，你辛苦了，爸爸不会忘记你给云家带来的荣耀。云家从我这里偷走的荣耀，也该还我了。枷锁，囚牢，请回去吧。Your dirty page, dirty soul, 31 days. Addicted your furniture. Now take it off and open your eyes. 要烧就烧彻底， From the illusion, flame 我陪你走。 come join the shit. This is the day, the day. 今朝我总是唱一样一个。This is the day, the day. 小羽毛都变成小花猫。你不怕我是个疯子？我就喜欢疯子。好孩子，该教画了啊！云震天又威胁你了，要不我帮你？不用，丑陋在人最多的地方揭露才有意思。这次的画生大赛，我要让云震天身败名裂。下次陪你玩更疯。烈，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准备聘礼，我要娶小野猫。您和宁家的婚约，老爷子定的。他要是喜欢，让他去娶。力度还行吗？画呢？你们不是要画吗？给你。你把画烧了。你疯了吗？这画可是价值数千万！哎呦，我云家的前程全毁了。你拿命来还！想杀我呀？那可就没人在画圣大赛上帮你们夺冠了。爸爸怎么会杀你呢？只要你在画圣大赛上让云家扬名立万，你还是爸爸的好女儿。稀世珍宝，这幅画我很喜欢，以前的事情就不再追究了。爸，这一次我一定能在画圣大赛中夺冠了。画圣大赛每5年举办一次，这在国画界的含金量是极其高的，而且主评委是厉家的明月大师。只要你在大赛上获奖，到时一定能受厉家青睐。那我不就可以接近中州第1豪门厉彦慈厉少了吗？厉少，难道是他？
应该不是，他那么轻浮，怎么可能是中州第一豪门的继承人？只是碰巧罢了。云飞燕，你不会对厉少存觊觎之心吧？也不拿镜子照照自己，厉少也是你这个破鞋能肖想的？老爷，厉家人带着聘礼来求婚了。什么？快去迎接！这些都是厉少的聘礼：苍穹之泪项链1条，琉璃玉石盏1对，汉白玉雕1只，迎娶云家小姐。这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呀！爸，厉家说要娶的云家小姐是我吗？当然，我们云家可只有你这一位千金。云小姐，这些聘礼还请笑纳，稍后厉少将会亲自前来。我们先退下了。无论是才华还是长相，青羽都比不上飞燕。她怎么会入厉少的眼？难道是因为望舒的名号？国画大师厉明月是厉少的姑姑，据说厉少也精通国画。对，一定是这样。看到没有？以后我就是厉少的女人了。就算你绘画天赋再高又怎样？你也永远比不过我。厉燕此时眼瞎了吗？怎么会喜欢云清羽这种草包？云清羽，你不过就是个草包，你就算是有幸能够够上厉家，最终也会被他抛弃。从今往后，我跟云家再无关系，恩断义绝。放心，你我毕竟父女一场，云家不会为难你的。这是断亲的协议，把它签了，你就自由了。飞燕，记住你说的，主动放弃书神的称号。你要是敢耍什么花招，我不会放过你的。书神不是云清羽，而是飞燕。云家居然敢骗我！你放心，我不会跟你抢书神的名字。我也希望你们1周之后能够得偿所愿，让云家大放异彩。喂，江总啊，这次的这份好礼呀，你可一定要好好的接着呀！飞燕，放开我！飞燕，我才知道原来你才是望舒。怎么，你又想甩掉云清羽来巴结我了？早知道你才是望舒，老子绝不会和云清羽有一腿。飞燕，你误会了，我和清羽是清白的，我只是把她当做妹妹。贺子林，你真是没种，错了都不敢承认。你都知道了？我要是没看到那些证据，你打算一辈子都把我蒙在鼓里？我有苦衷。你的苦衷，就是背着我跟云清羽搞在一起。真是委屈你了。飞燕，你听我解释，我只是贺家不受宠的孙辈。云震天对我爷爷有恩，我只有通过他得到爷爷的喜爱，才有机会掌握贺家。又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飞燕，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我爱的人是你。等我掌握贺家之后，我一定娶你。那云清羽呢？等我掌握贺家，立刻踹掉云家。云清羽不过是个草包，他凭什么和我在一起？贺子林，你跟云清羽真是绝配，你们两个锁死吧。飞燕，云飞燕，你这个贱人和野男人睡了，还敢来勾搭子林哥哥？什么？你和野男人睡了？没错，脱光衣服的那种睡。云飞燕，你敢背叛我？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连手都不给我牵，现在居然和一个陌生男人睡了。背叛？你是我谁啊？就允许你跟云清羽背地搞在一起，我不能光明正大的睡男人。恬不知耻，你还知不知道你是个女人？女人怎么了？就让男人睡女人，女人不能睡男人了？你不行啊，跟昨天晚上我睡的那个男人比起来，你可差远了。我看了你跟他滚床单的视频，他呀
比你的大很多很多。哼，云飞烟，你真不要脸！你更不行啊！你怎么找了一个牙签一样的男人？许飞燕，你敢这样侮辱我，我一定要你生不如死！紫菱哥哥，你放心，我爸已经暗中买通杀手，活不过今天。万一飞燕小姐不同意呢？您送的聘礼她不喜欢。我不相信这世界上有不喜欢钱的女人。如果有，那一定是我给的不够多。你这倒是提醒我了。我们接亲的规格得再提升几倍，调20辆豪车、5架飞机去接亲。李少这什么脑回路啊？你放开！走，上车！停车！拿着！是飞燕小姐，追上去，随我去救少夫人。李彦慈，虽然不认识，但眼下只能先借助你的名声吓退姜维强了。姜维强，你确定你要动厉彦慈的女人？厉彦慈？哪个厉彦慈？整个中州还有第2个厉少。如果你是厉彦慈的女人，我就是她祖宗。谁不知道，厉家早已向云青羽下了聘。蠢货！你觉得厉彦慈会看上云青羽那种蠢货？他真正要娶的人是我。云青羽确实是个绣花针，我才是真正的望蜀。云家偷天换日，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你觉得厉彦慈发现真相之后会轻易饶了帮凶吗？那现在就放了我，或许我能让厉少饶你。我真正的仇人是云震天，不是你。臭婊子，差点让你唬住！救我！之前不是挺横的吗？现在知道求我了，叫声老公，我替你剁了他。给你3秒，3、2、1。老公，乖。现在我们该算账了。现在我们该算账了。小子，别以为人多就可以嚣张，我背后可是云家家主云震天。云震天，他配吗？小子，云震天可是厉少的岳父，
厉少，我怎么不知道厉少有个岳父？我带你回家。我早就没有家了。小野猫，以后有我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走。厉少，他怎么处理？长了根牙签就想欺负我的女人，那也不必当男人了。好嘞。放开我！不要把我关禁闭！不要抢走我的花！别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只要我在，没人敢碰你。真能折腾。如果你乖乖的样子是受伤的模样，我宁可你拽拽的怼我。蹭够了？放开我！昨天是谁哭着抱紧我说别走？既然醒了，咱们该好好聊聊，是云震天派人绑的你吗？对，他占高了我的价值之后，还要杀我灭口。有我在，没人能伤你，我帮你报仇。这个仇我要自己报才痛快。我给袁家画了一幅鲤鱼跃龙门，到时候在画生大赛上，只要我用相同的技巧再画一幅，云清羽的身份就兜不住了。厉少，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衣服，看看合不合适。10多年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穿新裙子。飞燕，你像一只璀璨的凤凰，不该沉寂在黑暗中，而是要翱翔9天。老婆，你这是主动在给我投怀送抱？谁是你老婆了？你别乱！厉少，有事找您。飞燕，好好休息，我去跟习武聊点事。荀震天这个老东西，还敢把我的聘礼扣下！习武，去一趟云家。是，厉少。还有一件事向你汇报，这是飞燕小姐的身份信息，以及绑架案的线索，都在这儿了。原来网络上名声大噪的书神竟是飞燕，这话够劲。你说望舒本人他会不会也这么够劲啊？我一直欣赏的画家竟然是飞燕，够劲。云家竟敢这么对他？是的，飞燕小姐一直在替云清羽代笔。云家还让他住在暗无天日的阁楼里，吃的是剩饭剩菜，还时不时的关他禁闭。他这10年是怎么过的？我早该想的，一个卖自己女儿身体向上攀爬的人能有什么人性？当枪手，关禁闭，被精神控制，这些年他都是怎么过来的？飞燕小姐有着超乎常人的忍耐力，确实让人心疼。厉少，云家罪无可恕，我这就去覆灭云家。
覆灭云家不过是弹指的事，对待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活着，比死了更难受。明白。你去联系一趟南城收藏馆，我要把飞烟所有的画都买下来。对了，再以最快的速度找人，给飞烟一个全新的身份。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源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好一幅雨后青竹图。落叶残花，才能体现出竹子的坚韧挺拔。好一个落叶残花，点缀的好。你的国画造诣不输我。没有，小时候和我姑姑学的，和你比起来，小巫见大巫。你要是有兴趣，我们可以探讨。是手把手探讨。正经不过3秒钟。我对画画没有兴趣，我对过几天的画圣大赛感兴趣。你要参赛？错，我是想帮你，帮你报仇，帮你证明，帮你夺回所有属于你的荣耀。望舒小姐，你怎么知道？我知道的可不止这些。你监视我，我最讨厌别人窥探我的隐私了。我还用窥探你啊？你早就被我看光了。你，哎，开玩笑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你跟云家有仇？不共戴天。他能成为我报仇的一把好刀吗？你知不知道云家背后的靠山是中州第一豪门厉燕慈？我什么时候成了云家靠山了？开玩笑吧，厉少最讨厌的就是卑劣之流。可是昨天他才派人向云青雨提亲。提错了，他怎么会看上云青雨那样的人？别担心了。那云家岂不是死得更快了？对了，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你也姓厉，你跟中州厉家是什么关系啊？我的身份只会告诉我老婆。你这么帮助我，就只是为了让我跟你？你是我的女人，我说过，除了在床上，不会让你受任何欺负的。飞燕，跟我。我是黑虎，没有钱，没有人脉，在周州举步维艰，我必须要借力而行。他明知前路波折，却还愿帮我，比贺子林之流强太多。好，我答应你，但是我有2个条件。第一，你得给我准备一张新的身份证。有，这张身份证可以保证你在中州畅通无阻。这张银行卡全球至尊卡，没有额度上限。还有，这部手机最高加密等级。飞燕，你终于可以在阳光下快乐的活，大胆的活了。这样的男人，换做任何女人都会沦陷吧。但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要报仇，我要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我还有第2个条件，我暂时不想同房。好，你答应的这么快？你都答应我了，我干嘛勉强啊？来日方长嘛，我总会等到你心甘情愿的。不过我也有一个要求，我们可以不做，但是要一起睡。你这不就是变相的强迫吗？别误会啊，我只是不抱着你睡不着，而且如果我要强迫，就算分房了，我也可以啊。流氓！老婆，我都舍命相助了，这么点小小的要求都不答应啊？
好，我答应你，你现在总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了吧？要是飞燕知道我和宁家还有婚约没解除，肯定不会跟我了。我叫厉害。厉害？你不会是厉家不受重视的旁支？啊？怎么，嫌弃啊？神经！厉少，你安排的事儿都办妥了。老公出去办点事，回来给你惊喜。爸，怎么办？你再把聘礼收回去了，看样子是不想娶我了。你真以为厉言辞要娶的人是你吗？爸，你什么意思啊？只怕厉言辞要娶的人是飞燕。怎么可能？飞燕那死丫头没身份没地位，还是个黑户。你别忘了，她有才华，有长相，她才是真正的望舒。爸，这可怎么办？厉家有权有势，要是知道我是假冒的望舒，那我就完了。是啊，完了，这下完了。哼，飞燕已经被姜伟强弄死了，怕什么？青羽啊，放宽心，要是实在嫁不进厉家，就把贺子霖牢牢地抓住。喂，哎，云老，厉家有人想和你当面聊聊，正在收藏馆等您呢。真的？好，我马上过去。看来厉少并不知道真假望舒的事情。青羽加入厉家有望啊！走，跟我去见见厉家人。厉少，跟您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见您打着厉家的旗号做事儿。您不是不愿意继承厉家，也从不对外说自己是中州厉家人吗？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啊？中州厉家是一个好工具，我又不蠢，干嘛不用？您就不怕暴露身份，被厉家主逮回去？我母亲还在呢，这老登掀不起什么浪花。厉少，您居然说家主叫老登？别废话，妨碍我看画。啊，我老婆真是天才，她在绘画上的造诣完全不输我姑姑明月大师。这是少夫人14岁时所作，兰之君子，还获得了当年画仙奖的冠军，成为年龄最小的获奖者，打破纪录。这兰花线条优美，比例行云流水，栩栩如生，又似烟雾笼罩，仿佛近在眼前，又触不可及。好一个空谷幽兰，好一颗美人心。飞燕，你真是越来越让我震撼。厉先生说的没错，我自幼喜爱兰花，认为兰花如君子，我愿效仿兰花，成为君子，所以画了这幅《兰之君子》。草包，这真是你画的？厉先生，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意思，我只是惊讶，这么小的年纪就可以画出如此旷世之作。开个价吧，这些画我都买。这是厉氏的徽章，看来他确实是厉家人。请问先生您怎么称呼？厉家名不见经传的旁支不重，今日来只是帮厉少买画。要不厉先生您赏个脸，我云震天愿意做东宴请您，这价格嘛好说。抱歉，赶时间。既然是厉少主喜欢的话，那我们一定将这些画无偿奉上。冒昧的问您一句，请问这厉少主何时向我家小女提亲啊？厉少说了，在画圣大赛上会当着中州所有名流的面迎娶云小姐。
以彰显云小姐的身份。飞燕，我要把你拖到最高处，让你的光芒闪烁整个中州。至于你们云家，我要你们万劫不复。我会等着厉少主到来的。好。爸，我没听错吧？厉少主说要当着中州所有名流的面求娶我。我云家终于能跻身中州豪门之列了。女儿，你真不愧是爸爸的好女儿。飞燕，有个惊喜给你。什么？都说是惊喜了，当然得保密了，把眼睛蒙上。这是清明上河图，兰芝君子，万里江山，这些都是我的话，都是我的心血。感动了？不哭，亲老公一口就好了。谁说我哭了？眼睛没沙子。为什么要打我？我又没做错事。谢谢。你不阻止我。虽然这些作品都是你的心血，但是它的荣耀并不属于你，留给你的只有心酸，还有桎梏。烧了，也许更好。谢谢你。这22年来，我一直都在为云家活，为云清羽活。从今天开始，我只为自己活。从今往后，我只活在阳光之下。对了，这些画你花了很多钱吧？云震天把他们当摇钱树，你花多少钱买来的？你是我的女人，只要你开心，花多少钱都值得。我对你的情感，不是用钱来衡量的。飞燕肯让我抱了，一定是被我的真诚打动了。你说过不会勉强我的。抱歉啊，宝宝，我太爱你了，我一抱你我就忍不住想亲你，我道歉。爱，我们认识1周都不到，就可以上升到爱了。12岁以前，我以为云家是爱我的，但最后我发现全都是谎言。他们把我的心千刀万剐。贺子霖也说爱我，他说要给我一个家，但最后他跟我的妹妹搞在了一起。我接受的爱，都变成了背叛，成为刺向我的利刃。妍妍，你相信我，我是不会背叛你的。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能捧给你。那你愿意等我吗？愿意，多久都行，只要你不爱上别人。为什么今天他看上去那么认真，和之前的轻浮判若两人？3天之后就是花生大赛，不想被打扰。好，那老公这几天就乖乖的。
Sign me up, star, let me you, need you. 枯木逢春，既是新生。云震天，我很期待在画生大赛上跟你再次相逢。果然，有斗志的女人最有魅力。这里鱼跃龙门真是活灵活现，国画能画成这样，可见望叔的功底。开玩笑，望叔从12岁就火了，简直是国画界的天才。望叔妹妹到底长什么样？以望叔的网上没有她的照片，肯定能进入中美协会，就连各种领奖成为像厉家明月大师那样的一代宗师。很快，你们就会知道望叔是谁了。青羽啊，画上大赛结束之后啊，你不仅是望叔，更是中州厉家的少夫人呢。老爷，贺子林少爷让人传话，邀请小姐共赴晚宴。不去，我现在身份非比寻常，也是他贺子林配惦记的。去，自然要去。爸，为什么？震天，这女儿马上就要嫁给厉少主了，必须要和贺子林避嫌啊。这厉家是中州首富，这贺家是南城首富。贺家虽然比不上厉家，但是贺家可以为我云家提供财富啊。这青羽还要嫁人，还需要一笔钱来筹备嫁妆啊。哎呀，所以你一定要去。可是，万一贺子林把我和他的事情吐出来了，那厉家肯定就不要我了。你和贺子林又没有订婚，怕什么呀？贺子林充其量就是你的众多追求者之一啊。但我已经和他那个了。什么？已经和他那个了。什么？哎呀，你怎么能……当初是你让我去撬飞檐墙角的。我让你去勾搭贺子林，就是为了把他胃口先吊住。你知不知道，女孩子要是跟男人睡了，就不值钱了。子林哥哥，你刚刚弄得人家都快飞上天了。小妖精，等过2天我找王主任开点药，保证让你再醉生梦死。爸爸，我不是自愿的，是贺子林非要强迫我的。哎呀，是呀，这也不能怪青羽啊。厉家是绝对不会允许一个破了身的女人嫁进去的。让你妈带你去做修复手术。爸，那贺子林那边怎么办？先吊着他，把他最后的价值榨干。等画生大赛结束后，我再收拾他。据画生大赛最新消息报道，中州第一豪门厉氏将会派人作为颁奖嘉宾出席典礼。厉家派来的人一定是厉家少主，看来厉家少主对我们青羽真是青睐有加呀，会亲自为你颁奖啊。画生大赛的冠军得主将由厉先生亲自颁奖。画生大赛的颁奖人居然也姓厉，难道是燕慈那个臭小子？不行，我得把他抓回来。管家，老爷，发布悬赏令，立刻去画生大赛，把燕慈那个臭小子给我抓回来。李长洲，你怎么越来越幼稚了？你就不怕我让儿子管你叫叔叔？哎呀，你只说不让我亲自去抓，又没说不让我派人去抓他呀。燕慈那小子总得回家吧，
你也不想让他永远在外面飘着呀。在外面飘着，也总比失去幸福强。常州，宁家的亲生女儿走失多年，要不这桩婚事就算了吧。哎呀，我们厉家欠宁家一个天大的恩情，只要宁家不松口，我们就没有理由退婚。有这婚约在，只怕燕姿永远都不会回来。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咱儿子了，也不知道他瘦了没有，吃得好不好。儿子，虽然妈很想你，不过你还是别回来，走得越远越好。奇怪，怎么有股烧焦的味道？你在做饭？老婆，你是想玩厨房 play？干什么？老夫老妻了，还害什么羞？哎呦，我没看见啊！我真的什么都没看见。神经，天天都这么不正经，让刘妈看见怎么想我？管他怎么想，他要想只会想你把他家的少爷魂儿给勾走了。这些都是你干的？啊，这是刘妈明天要扔的垃圾。啊，手怎么受伤了？怎么突然？你说你想吃番茄炒蛋吗？你知道吗？你现在特别像……我的天罗先生。叫老公。这副鲤鱼跃龙门的笔法和立意极好啊！听说这作者望舒很年轻，年仅20来岁。望舒之名我听过，这姑娘在国画上很有天赋，假以时日，造诣并不输你。对了，傅成，你看望舒的画，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什么意思啊？这姑娘的画风和笔法跟你很像。确实啊，正好趁着这次画圣大赛，见见这位天赋异禀的姑娘。说到天赋，我们家婉婉也是个绘画天才，她5岁就会画妈妈了，而且还画得这么好。可是她走丢了。婉婉，你在哪儿？妈妈好想你。老婆，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找到婉婉的。怎么还没来呢？不知道啊，等很久了。好激动，我终于要见到他了。什么时候来啊？哟，这小望舒的粉丝都快赶上明星了。明日大师，你也知道望舒？一幅《清明上河图》的临摹画，让这个小姑娘震惊了整个国画圈。这个姑娘的画作我都看过，确实精彩绝伦。说实话，我很期待和这位小望舒见面。老夫也深以为然呐。明月大师，请问您认为这次望舒能够一举夺魁吗？望舒极具天赋灵性，是画坛的新秀之星，具备夺冠实力。老夫同样看好望舒。明月大师和齐老都看好青羽，这次冠军非青羽莫属啊！这回我们云家就要双喜临门了，青羽不仅能夺冠，厉家少主还会当众向他求婚。外面怎么啦？哇，好大阵仗！谁呀？谁来了？这谁呀？这么大排场！哇，这谁呀？杀得无与伦比的！我要嫁给他做老公！哎呦，这就是卖画的那个厉先生，看来
青羽撑门面了。哎呀，太好了！姑姑，认不出我了？你不回家继承家产，跑来这里做什么？今天这里有一场真假大戏，邀请姑姑来看。什么真假大戏？哎呦，好戏看了！大戏很快上映，到时候便知。快，拍下来！哇，太帅了！过来了！起来啊！哇，去要个签名吧！哇！5年一次的画圣大赛即将拉开帷幕，经过筛选，2幅画最终进入决赛，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我们敬请期待。请。请。望舒的鲤鱼跃龙门，不论是色彩还是意境，都和画圣大赛主题心生契合。鲤鱼越过龙门，纵身一跃，给人以蓬勃的生命力。黄河2尺里，本在梦金居。点鹅不成龙，归来伴繁鱼。可见这鲤鱼也未必就能越过龙门。越龙门失败，这还叫新生吗？明月大师该不会认为旁边的冯春能夺冠吧？大家看，身上的这幅冯春画意超俗，让人身临其境，似有一股决绝之感，仿佛人在绝境中挣扎向上，恰似迎来新生，焕然一新。身上的这幅画叫做冯春，但我只看到了枯木大雪，只看到了绝境和压抑。没错，依我看，冠军非鲤鱼跃龙门莫属。此次评选采用投票制，各位评委可以自行将票投在中意的作品上。各位评委，你们不觉得这2幅画都是出自一人之手吗？你们可以看看这鱼鳞，还有这树皮的细节处理。就是啊，说的对呀，这小子要干什么？各位评委都是针尖对麦芒，不如把参赛选手请上台，让他们讲一下创作历程，再做点评。这臭小子什么时候对画这么有研究了？请2位参赛者准备下，上台讲述创作经历。还好当初让飞烟这个贱人帮我写下了创作历程。你是在嘲笑我吗？你就是身上吧，也配和我抢冠军？识相的赶紧退出比赛。怎么？这画圣大赛是你家开的，我凭什么要退出？奇怪，他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你知道我是谁吗？敢用这种语气和我讲话？不就一草包吗？云清羽，你不过就是个草包。难道他是飞燕？不可能，飞燕那贱人早死了，一定是我的错觉。我可是中州第1豪门厉家的少奶奶，厉家少主厉彦慈的夫人，你得罪我，死路一条。那你想怎么处置我呀？跪下，给我磕头道歉，并且自扇耳光再退出比赛，我就放过你。厉家要是知道你这么仗势欺人，会怎么做？我老公特别宠我，他一定会帮着我教训你，会让你生不如死。你跟他结婚了吗？你就敢这么称呼他？这么能蹭，当心蹭了自己一团火，引火烧身，烧得体无完肤。草包！一个小小的身上敢这么羞辱我，今天我要你死！这位穿旗袍戴着面纱的姑娘，一定就是书神吧？书神还真的好神秘啊！虽然看不清面貌，但她走路的身段姿势，一看就气质非凡。奇怪，这女人怎么给我一种很熟悉的感觉？为什么这个戴面纱的姑娘感觉很亲切？这
真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就算戴着面纱，也是王炸般的存在。他怎么那么像云飞烟那个贱人？不可能，云飞烟已经手无寸了。这世上长得相似的人太多了，不要局还没开始就把自己先吓死了。也是啊，一定是我多想了。现有评委指出，2幅画像是出自一人之手。为消除疑虑，需要2位参赛者各自讲述一下创作历程，评委再做点评。有请2位。云震天、贺子霖，今天我要让你们身败名裂。哎，你说青羽会不会露出破绽呢？主持人只是说是像，又没有说是断定出自一人之手。云飞烟已经死了，不可能来参加比赛。依我看，青羽只是和别人撞了风格。别瞎想了。这2幅画表达出的都是心生意境，只是这绘画之人的心境不一样，确实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2位谁先来？望舒小姐，你先来吧。望舒小姐，你先来吧。什么眼神啊？我才是望舒。啊，是我眼拙，您请。原来她才是望舒啊，和我想象中的样子差太多了。是啊，我怎么感觉旁边那位戴面纱的姑娘更有书神的气质呢？大家好，我是望舒，真名云青羽，很高兴在画圣大赛中见到各位。这次大赛的主题叫新生。在我的画中，龙门就像一道闪耀希望之光的门，跨在汹涌的河流之上，鲤鱼摆动着强健有力的身躯，逆水奋勇向前。他们带着勇气和对新生的渴望，开启一段全新的辉煌旅程。就像这个时代的我们，不管怎么样，都要积极向上。望舒不愧是天才画家，将新生2个字解读得格外有力量。那么接下来，另一位参赛者，轮到你来讲述了。逢春并没有任何春色，你又是如何表达心声的呢？请大家细看，这断木之处的皑皑白雪，并不是初雪，而是雪融之际。大树坍塌，拦腰折断，但依然拦不住春芽的萌发。说得好，申商小姐说的话里没有新生2字，但让人仿佛看到生的希望一样。将虚化为实，富有深意，但又不直白，这才是国画的精髓。他怎么在这儿？还是坐在第1排的 C 位上，2旁都是南城的重要人物。他到底是什么身份？飞燕肯定是被我的才华迷倒了。哼，这臭小子居然在用眼神调戏姑娘。都说这画作跟作者的心境有关，申商小姐仿佛经历了很多，才能做出逢春这样的画作。能和大家说说吗？我曾经被一对养父母收养，他们对我实施各种精神洗脑，10年来一直在欺骗我。我以为我跟他们是一家人，但他们只是把我当成牟利的工具。他的经历和飞燕的贱人怎么那么像？难道他就是飞燕？是那死丫头回来了，你不是说她已经死了吗？那台上的是谁呀？不可能，姜伟强已经把他被杀的照片发给我了。那现在怎么办？事情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静观其变。他说的是真的吗？怎么会有这么恶毒的养父母？太丧心病狂了！这样的养父母罪该万死。申商小姐，这太不可思议了，你说的都是真的吗？我所言句句属实，这对养父母就在台下。你到底是谁？我就是还没被你们害死的云飞烟。什么？这个小杂种竟然还没死！我要是死了，谁来揭露你们的罪行？完了完了，这下完了！不要乱了阵脚，他没有背景，不是我们的对手。就算说出来的话，只要我们咬紧不松嘴，他也没有办法把我们怎么样，
没人会信的。飞燕，你怎么这样诋毁我们呢？我们好歹也养育了你10几年啊！养育我，真可笑！你们不过就是把我当成一个谋利的工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姑姑别急，静待好戏。飞燕，爸爸知道你精神不正常，一受刺激就胡言乱语。你是不是被人要挟了？来，到爸爸这儿来，爸爸保护你。啊，飞燕，你不要受人挑唆就污蔑爸爸妈妈，我们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一直对你视如己出啊。是啊，云震天，你真不愧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撒谎，都能脸不红心不跳的。你用谎话骗了我那么多年，今天你骗不了观众了。云小姐，云家在南城也算颇有威望，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云震天在撒谎？云震天偷天换日，云青羽他不是望舒，我才是真正的望舒。他是望舒？什么？他说自己是谁？你是望舒，那台上那个望舒又是谁？台上这个不过就是个草包，他的鲤鱼跃龙门是我带皮，大家细看就可以发现，鱼的鳞片跟树的树皮使用的技巧是一模一样。云飞燕，你胡说！我们的画画技术都是爸爸教的，风格相似很正常。你自己技不如人，不仅嫉妒我拥有爸爸妈妈的爱，还嫉妒我画的比你好。从始至终，我都是望舒，这明明就是我画的。是吗？这样吧，为了保证比赛的真实性，你们2位各自做一幅画，就以风雨为题。他怎么死了？就是啊，这真死了！天哪！你干什么？不需要另起主题，我能当场还原这幅画。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又酷又飒。这姑娘怎么和我一样，也擅长左手画画？哎，跟那个一样。这竟然一模一样！看来身上才是真正的望舒啊！该你了。飞燕，是我承认你是望舒，可当初是你自己说把名号让给我的，说对不起我，愿意把成就拱手相让来弥补愧疚。好了，青羽，不要再说姐姐了。她就算在这设局，为了打你的脸，网络爆红，为了踩着你上位，你也得受着。哎呀，谁让她是你姐姐呢？你们父女俩不用在这演戏了，因为我有致命杀手锏。把人带上来。云震天，这人你认识吧？当然不认识。云震天想和我撇清关系，你做梦！我是受你指使才去绑架云飞烟的。江卫强，当初我们的通话证据都被消除了，你以为我会怕你吗？飞烟，你到底是有多恨爸爸呀？竟然找人演戏，给爸爸身上泼罪名。爸爸知道，以前偏袒了妹妹，疏忽了你，给你造成了心理疾病，让你滋生了报复的快感。说到底啊，这都是爸爸的错。
云震天，你真让人感到恶心。可惜我证据确凿，你可以收起你的假仁假义。什么？你有证据？啊！天哪！江总，今晚我把养女云飞燕献给你，你这以后可要罩着我们云家呀。那是自然。不过，我听说她性子很烈，会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举动啊？哎，怎么能说是利用？他这匹马再烈，赡养了他这么多年，他应该知恩图报才对。姐姐还是大胆的提升幻想，这些年来都要替人家赚钱。我们可真是把他的价值完美利用了。那天晚上，明明所有的手机都被销毁了，为什么还会留下证据？你没有想到吧？你布下的这张网，最终把你自己给网住了。你剥夺我的自由，抢走我的荣耀，你甚至叫人来绑架我。云震天，你畜生不如！还有你们，每天都把我关在阁楼里，不眠不休的让我画画，替你们卖钱。不好，云家完了，我也得跟着遭殃。真没想到飞燕这些年受了这么多委屈，难以想象她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这么优秀的姑娘，从小竟然受了这么多伤。飞燕太可怜了，老公，我们的婉婉流落在外，会不会也过得这么惨？放心，我们的婉婉吉人自有天相。不管怎么样，我们要为飞燕做主，不为别的，只为那些被养父养母虐待的孩子们。好，云震天，身为人父，竟然虐待养女，简直丧心病狂！我宁府城提议严惩云家3口，并将云家从南城除名。完了，彻底完了！婉婉，你快救救我！爸，对了，我们快搬出厉少主。云儿，我们丢了厉家的脸面，会死得更快的，千万不要再提了。养女，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为爸爸报仇啊！我有话要说。雨儿，你从小就不在父母的身边，四处流落，吃尽苦头，是爸爸没有保护好你啊，对不起你。爸爸，爸爸明明就知道你的天赋有限，可还是想让你顶替飞燕，成为望叔。可是天下又有哪个父亲不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是爸爸太自私了，对不起你。飞燕，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并不想奢求你能原谅，只希望你能看在曾经养育的情分上，放过玉儿吧。爸爸求你了。爸爸求你了。这一切都是云震天干的，和云清羽确实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怎么觉得云清羽也挺无辜的？他也是父母强权压迫的受害者呀！一朝围魏救赵，釜底抽薪。爸爸，你为什么要跪他？要不是他，我们何至于如此狼狈？爸爸恐怕是九死一生，你一定要记住，牢牢抓住贺子霖的心。男人只能成为你上升过程中的台阶，绝不能成为你唯一的退路。爸爸，云清羽再怎么坏，也有他护他的父母。
而我的父母又该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要丢下我？宁家两位都在，别忘了你的婚约。你这么张扬，只会害了飞燕。为什么看他流泪，我会这么心疼？没事吧？别哭啊！没事儿，别哭了。为什么我看到他？没事儿，没事儿。有一种亲切感。别怕，他难道是我的前任吗？我去。你去车里等我。媳妇，把他也办了。是。飞燕身体不好，又受了那么多打击，我带她回去休息。我跟你一起去吧，也好帮着照顾一下。不用，她今天耗费了太多心神，需要静养。老公，我总觉得她就是我们的女儿。哎，你像女儿都想出病来了。不，她……臭小子，看来这飞燕还真是你的宝贝。只是宁家那边该怎么交代？那是老爷子定下的，谁爱娶谁娶去。你这倔脾气又上来了是吧？不过，你不觉得这联姻特别可笑吗？唉，谁让你是厉家的继承人呢？谁说的？这继承人就非得娶宁家那小豆苗啊？臭小子，我警告你啊，你别脾气一上来就闹得天翻地覆。以前会，现在不会。我得替飞燕考虑。哦，对了，姑姑，我的身份还得请您帮我保密。怎么？难道飞燕还不知道你是厉氏在逃的继承人？我这婚事要是被他知道了，非得挖个洞把我埋了。哟，这么烈呢？这飞燕啊，就像一匹野马，我俩野马配倔驴，天造地设的一对。哎呀，你这狗粮我也是吃够了。对了，飞燕我得带走。姑姑要跟我抢人？瞧把你紧张的，我还能吃了她不成？飞燕是个人才，我想让她进入中美协会。那姑姑你的眼光可真好啊。行了，我先回协会把这个消息通知下去。你呀，就让飞燕好好准备准备。醒了？我怎么会在这儿？你在画生大赛上太激动了，晕过去了。原来是这样，谢谢你。咱俩之间还说什么谢谢？对了，明月大师说想让你加入中美协会。真的吗？这是明月大师给的。太好了，这可是中美协会国画第一学府呢。怎么了？不想去，还是不自信？我才把画生大赛搞砸，会不会拖明月大师的后腿啊？临阵怯场，这可不是我认识的云飞烟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美协会就是你飞翔的舞台。恭喜你，云飞燕。那我要是飞不动呢？你就勇敢的飞，大胆的飞。你要是飞不起来，我给你兜底，我会尽我全力把你送到最高峰。
我的飞烟当属万中主。好好准备，明天送你去中美协会。整整10年，我终于可以活在阳光下，再也不用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藏在黑夜里了。这才是光彩夺目的飞烟。喜我，我眼光是不是很好？丽莎，你要听实话吗？必须啊！我怎么觉得你色眯眯的，你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了。我有那么猥琐吗？你看，是的，水神，忘说，水神，不，忘说，你才是真正的王叔。书神，花生大赛我们都已经看过了，你本人可比视频上好看多了。云家这么对你，真是太不是人了。就是书神，我们一直是你的粉丝，祝贺你逃离云家魔爪，迎来新生。书神，能给我们签个名吗？书神，你的画曾经给我带来很大的鼓舞，我抑郁症那几年都是看你的画才挺过来的。你的那副月星就像引路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力量。那你现在好了吗？好了。我也要，我也要，给我也签一个吧。我们一起来拍照吧。好，我也要。耶！谢谢。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飞烟有这么自信的笑容。加油啊！我们都支持你。没事，拜拜，再见。飞烟，今天你的笑容是我见过最灿烂的。走。明月大师，我们又见面了。小望叔，想死我了！以后不准叫我大师啊，多见外呀。我有侄子，没有侄女，不如你以后就跟我那个侄子一样，称我为姑姑吧。姑姑，这不太好吧？怎么不愿意啊？哎呀，心痛了，受伤了，哄不好了。姑姑，乖，好孩子。哎，小王叔，那谁呀？你男朋友？我是飞烟的男朋友，既然他叫你姑姑，那我也叫你姑姑好了。你正经点。您别往心里去啊，他就是这样，口无遮拦的。你小子行啊，那就托小望叔的福，以后你跟他一起叫我姑姑吧。行，那就麻烦姑姑了，好好照顾我女朋友，她胆小。我的人，我当然会照顾了。你可以回去了。怎么，我陪望叔去报道，你还要跟着呀？啊？走。云飞烟竟是燕慈哥哥的女朋友，难怪他一直不肯履行婚约。云飞烟，燕慈哥哥只能是我的，你凭什么和我抢？老师好。云飞烟居然能进入核心部门，明月大师还真是偏爱他。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位我们的新成员，飞烟。有请飞烟同学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飞烟，曾用笔名望舒，
很高兴能够加入中美协会。他竟然就是望舒，没想到来我们这儿了。这一届的画生大赛我全都看完了，他真的天赋异禀，真是个罕见的天才。能进咱们中美协会的，哪个不是天才？他其实挺可怜的，被云家吸血，听说还是个黑户。熬人设的多了去了，谁知道他是不是添油加醋？所谓英雄不问出处，我想中美协会看重的是我的天赋跟实力，而不是我的出身吧。中美协会是中州最高等的国画学府，而不是低级趣味的八卦场所。在座的诸位都是这个领域的翘楚，我不希望有任何人玷污这片净土。入座吧。接下来要讨论的是这次中外画作交流会的方案，大家先想一想，1个小时之后我们选出最佳方案。我觉得是这样，听听我的呢？可以。我看行。老师，我的方案是……老师，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您看啊。老师，大家的想法都不够成熟，都再想想。明月大师，我想到了最佳方案。说来听听。文化无国界，了解对方文化的途径，不仅仅只有对抗，还有共生。如果我们用自己国家的文化去了解对方的文化成果，我想这就是传承跟交流的意义。继续。海外建筑讲究的是轴对对称，中州讲究意境之美。如果能将二者融合，我想这会是一个新尝试，新突破。我还以为他是个绣花枕头，没想到脑子里还真有东西啊！飞燕真的了不起，竟然提出这么有创意的想法。飞燕确实很有天赋，我准备收他为我的关门弟子。接下来交流会的所有工作，他也一并参加。大师，云飞燕虽然是天才，但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院教育，我认为他不够资格。那什么够资格？家世背景吗？宁生同学，如果把你的家世背景和飞燕兑换，你会有他这样的心境和能力吗？行了，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散会。飞燕，我能叫你望舒吗？我很喜欢你，真高兴你来到中美。飞燕，你刚才的想法太好了，难怪大师要对你抛出橄榄枝。刚才聊方案的时候，你们都对他爱答不理，现在他成明月大师的关门弟子了，你们都上赶着巴结，见不见？还有你，他们刚才那么对你，你还和他们有说有笑的，你不觉得膈应吗？还真是讨好型人格。我听说出身卑微的人都这样。大家都才第1天认识，不熟没有互动很正常，只有心胸狭隘的人才会觉得膈应。还有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你骂谁呢？谁破防了我骂谁呗。你飞燕真了不起，居然敢呛宁大小姐。人家虽然出身不好，但是有才华，还有明月大师撑腰，本来就有骄傲的资本。云飞燕，你给我等着，我要让你滚出中美协会。婉婉，妈妈好想你。你过得好吗？穿得暖吗？吃得饱吗？夫人这些年忧思过度，身体逐渐虚弱，全靠信念支撑着。老公，找到婉婉的下落了吗？有些线索，毕竟隔了这么多年，很多线索需要一一确认。好吧。婉婉的肩膀上有个蝴蝶胎记，我们一定会找到的，会找到的。你觉得飞燕会不会是婉婉？那次画生比赛结束之后啊，我派人去查过，不过他之前是黑户，没有更多的信息流荡。可是我有一种他就是我们女儿的强烈感觉。
我想把他邀请到家里来，再好好了解一下。生生，你怎么哭了？受委屈了？妈，燕子哥哥有女朋友了。什么？这怎么可能呢？你们俩是有婚约的。我问厉家要个说法。别怕，乖，不哭啊，爸爸妈妈会替你做主的。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真是没良心的女人啊！真是没良心的女人，自己在外面逍遥那么久，老公都消失几个小时了，连条信息都没发过来问一下。我忘了，厉少还是个粘人精呢。我就是粘人精，我还要把你吃干抹净。这是不付费就可以听的吗？哎呀！走吧，回家。嗯。我自己来吧。给我。啊！抱歉。我脚脏。抱歉，有猫。第三次了。什么第三次？上一次挠我后背，上上次咬我肩膀，这一次……飞燕小姐，把我当空气就好。飞燕，我有件事想跟你聊聊。华圣比赛上，其实我有更好的办法对付云震天，你不用把手机视频放出来。难道他是害怕一夜情的事暴露出来，被我连累？你放心，这件事不会连累到你。酒店荒唐的那晚上，只有我、你和习武知道，我不会抖出去的。你是觉得我在计较，担心我自己？信任我，有那么难吗？他真的生气了吗？习武，把飞燕小姐送回去。不用送，我自己可以回去。飞燕小姐，让我送你吧。这把我当传话筒了。厉少和飞燕小姐之间要是没我可怎么办呢？飞燕小姐，其实您错怪厉少了。飞燕小姐，可知道人言可畏？华圣大赛上，您说出云震天利用您的身体为赢家谋利的事儿，在华坛引起了不少的流言蜚语，有些流言蜚语不堪入目，都是厉少在帮您摆平。可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云震天那些恶毒的心情就暴露不出来，没办法引起民愤。您一身入局，勇气可嘉，可厉少关心的是您的名声。厉少本来想先拆穿云清羽的身份，再让云家的肮脏事浮出水面，到时候
执法人员会到现场把云震天抓捕。原来他也是在帮我。哎呀，这就是刚才厉少失落的原因。飞燕小姐，您不信任他，还误会了他。云飞燕，这个男人对你掏心掏肺，你竟然误会了他。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没我可怎么办呀？退婚没门儿！别忘了宁家对我们厉家的恩情。父亲，就算报恩，也不用卖儿子吧？混账！飞燕，不管多难，为了你，我一定要退婚。厉少，哎，您脸怎么了？厉少，哎，您脸怎么了？该不会是回家退婚，让老爷给揍了吧？你再废话，信不信我扣你工资？早上让你传的话，都照说了吗？一字不落。行，早点休息吧。哎。原来睡着了这么快呀！你这是干什么？控制我自己。你怎么睡在这儿啊？我在等你啊。我在等你啊。算你还有良心。你脸怎么了？厉少他家内斗很严重，在这种环境下还能对你掏心掏肺，多么可贵啊！你家族内斗这么严重吗？家族内斗很严重？习武跟我说的。还挺有意思，挺能说啊。被打了你还笑得出来？我的心怎么砰砰跳？我去给你拿冰块。妍妍，是我的错，那晚的事儿我还没给你道过歉，对不起。希望你可以给我弥补的机会。现在的你跟以前的你真的好不一样。不过，我仔细想了一想，酒店那晚上应该另有隐情。你是不是那晚上被人下药了？你怎么知道？因为你那晚上真的很不一样，你力气大，又不知疲倦，而且花样百出的。但始终是给你造成了伤害。无论如何，都是我的错。你也是受害者，我原谅你了。真原谅我了？我们两个都被下药了，我们都是被强迫的受害者。再说，纠结于以前的事没有意义了。好，那我们就忘记过去，迎接新生。总而言之，真的很谢谢你。我的道歉你接受了，你的谢谢我也收下了。以前我确实想把你当成我的复仇之人，但是现在不会了。现在我想借你的力量，借力共生。我更希望我们是盟友。借力共生。你肚子饿了，我去给你煮东西吃。我是饿了，可我的正餐在这儿。言辞，你再这样，
你不是说要做盟友吗？盟友之间就应该更亲一些。我说的盟友不是这样。可你那天还没有这么拘谨，你那天缠着我的腰说……你别说了。害羞了？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看来饿的不止我一个。坐好，这次换我伺候你。这是你第3次假装梦游了。你心跳好吵。昨晚的求饶都是假的。现在该你求饶了。臭小子！宁家对你在外交女朋友的事很不满，你必须尽快分手，迎娶宁生。我不会跟他重婚的。由不得你任性，这是两家20年的约定。是不是你家里出什么事了？没事，就是老头子啰嗦。你要是遇到困难，我可以帮你的，你可以告诉我。你确定要帮忙？嗯。比如嫁给我。嫁给我。啊？怎么，不愿意啊？谁说我嫁给你了？不知道昨天谁边喘息边说要嫁给我。神经，你肯定出现幻听了。别闹，我还要上课呢。我教你啊。画画的不错，只可惜人差点意思。你知道打扰别人的人叫什么吗？叫自讨没趣。等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看看到底是谁自讨没趣。你们底层出来的人，是不是都喜欢做小三啊？谁知道你家祖上是不是底层出来的？真是伶牙俐齿，你就是这样把燕慈哥哥骗到手的吧？真恶心。燕慈哥哥？谁啊？云飞烟，你少给我装蒜了！你那天和燕慈哥哥在协会门口打情骂俏，我都看见了，还以男女朋友自称。我是飞燕的男朋友，既然他叫你姑姑，那我也叫你姑姑好了。你正经点，打情骂俏，男女朋友自居。你说他是谁？厉燕慈，中州第一豪门厉家继承人。他竟然是厉燕慈！云飞烟，你别跟我装了，你会不知道燕慈哥哥的身份？你接近厉燕慈，不就是为了厉家的钱吗？我的身份只会告诉我老婆。原来他就是厉燕慈。看样子云飞烟不像是装的，难道他真的不知道燕慈哥哥的身份？那我就可以大做文章了。云飞烟啊，你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燕慈哥哥连真实身份都不告诉你，肯定是在玩弄你啊。我才是他最爱的人，
他马上就要和我结婚了。狐狸精，不要脸！这是你羞辱我的代价。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的，我都能捧给你。甩了他，跟我走，你就勇敢的飞，大胆的飞。你要是飞不起来，我跟你斗顶。云飞燕，你真蠢，怎么会相信臭男人的话？我想和你谈谈婚约的事。李彦慈，所以你从一开始，你就是在玩弄我。妍妍，我对你是认真的。认真？好可笑！你既然有未婚妻，为什么还要招惹我？他是家族定的，不是我。可是他存在，不是吗？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我只认你是我的妻子，我只认你。骗子！我证明给你看。妈，我听说你找到姐姐的线索啦？暂时只是掌握了初步信息，但是还不太准确，具体的还要再确认一下。真的吗，妈？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姐姐的。姐姐这些年在外面一定受了很多苦，我一定会对姐姐特别的好。生生真乖。宁婉婉，你最好死在外面，一辈子都别回来。必须好好跟他谈一谈了。云飞燕，这只骚狐狸，大白天的勾引燕慈哥哥，我要让你身败名裂！还想打我？你怎么这么卑鄙？你还不明白吗？我喜欢你，认定你了，这辈子非你不娶。我们在那之前没有任何交集，你从那个时候就认定我了。爱情本就不是日渐深情，它是突然降临。我喜欢你，认定你，是因为你是个活生生的人。当然，你的样子我喜欢，声音我喜欢，我通通都喜欢。你要是还想听别的，我都可以跟你说。听，为什么我听到这些话不会反感，反而心跳得很快？妍妍，我知道你也喜欢我，两情相悦，
多么难得。厉燕子，我不当第三者，我也不屑于当第三者。你说你的婚约是你家里给定的，那你就去解除婚约，然后再堂堂正正的追我。好。燕慈，你在外面交了女朋友，两家婚约的事，你要给个说法，马上来宁家一趟。好，妍妍，我得去一趟宁家，我要让他们主动退婚。我跟你一起去。真的？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别紧张，有我在呢。燕慈，你突然到访说要退婚，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啊。是他。伯父伯母，我和宁生的婚约本就是长辈之命，但是我现在已经心有所属了。原来燕慈看上的是飞燕。伯父伯母好，我叫云飞燕。这孩子怎么越看越亲切呀？为什么他们看向云飞燕的眼神这么慈爱？爸妈，就是这个狐狸精抢了我的燕慈哥哥，你们要为我做主。宁生，你要是不会说话，可以选择当个哑巴。伯父伯母，很抱歉，我没有办法履行婚约了。今日来就是来退婚的。今日来就是来退婚的。燕慈，你难道忘了我们宁家的大恩了吗？你现在说这样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忘恩负义了？伯父，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但婚姻它不是交易。如果宁家有资金资源的需求，我们立誓可以10倍奉还，但我的妻子只能是我爱的人。你爱的人？燕慈哥哥，你才认识他多久？他哪里配得上你？我从来都没有觉得我配不上李燕慈，我跟他是平等的。你生生，飞燕，如果燕慈无权无势，你还会爱他吗？我要的从来都不是权势，我爱的是他这个活生生的人。诡辩！你现在当然说漂亮话，谁知道你是不是图李家的权势？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不用你告诉我，我自己早就把它查出来。宁小姐，没有爱情的婚姻，就算是给你，你也不会幸福的。伯父伯母，宁生也是你们的掌上明珠，你们真的愿意把她嫁给我，让她守一辈子活寡吗？无论模样气度，确实是飞燕更配燕慈，而且这丫头让我感到十分亲切，她会不会是婉婉？宁厉两家的姻亲是先被定下来的，无法解除。如果你一定要嫁给燕慈的话，除非你成为我宁家的女儿。妈，你在说什么？你说过宁家只会收我一个养女的。也对，没有足够的证据，无法相认。飞燕，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呀？是宁夫人怎么一点都不像问罪的样子，倒处处关心我呢？我能够有幸留在明月大师身边，我打算以后就在中美协会深造。我们宁家也是百年书画世家，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交流一下。飞燕这丫头的眉眼确实和希儿有几分像，难道她真的是我们的亲生女儿？那我倒是很愿意教飞燕这个天才啊！爸妈，到底谁才是你们女儿？云飞燕抢了我的未婚夫，现在你却在帮她说话。生生，飞燕说的没错，你就算嫁给厉燕慈，会幸福吗？我们是为你的幸福着想，至于婚约，我们跟厉家再商量商量，
看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难得宁伯父、宁伯母如此深明大义。云飞燕，你到底下了什么迷魂汤，把我爸妈迷得团团转？伯父伯母，我先回去和我的父母商量一下，有消息了再来通知你。好。你有没有觉得宁氏夫妇看你的眼神很特别？我也觉得好像是有点不对劲。你不觉得他们就像父母看自己的孩子，很慈爱吗？你有没有想过，宁家可能真的和你有关系？宁家可能真的和你有关系。宁家有个亲生女儿，名叫宁婉婉，她出生不久就被人贩子抱走了。您家有2个女儿？宁生是养女，这亲生女儿丢了以后，宁夫人痛不欲生，为了缓解她的痛苦，宁家就收养了宁生。原来是这样。飞燕，你要是真是宁家的女儿就好了，这样和我有婚约的人就是你了。你想得美。姑姑，小王叔，我临时要出差一趟，这边课题组任务繁忙，你得回来充当核心啊。我得回学校一趟了。我姑姑真是个隐形的电灯泡，不管她在不在，都要搞砸我的约会。我最近光顾着谈恋爱，学业都荒废了，我得抓紧时间学习啊，可不能像某个人一样。你搞得我好像一个纨绔子弟一样。行吧，望叔才女，我不打扰你了，我出去浪荡。你敢？我随时查岗，你要是不在，你就死定了。怎么，小野猫要变成母老虎了？你怎么？不许打我啊！爸妈，你们为什么都向着云飞燕，眼睁睁的看着他抢走燕子哥哥？生生啊，我们是为你的幸福着想，这强扭的瓜不甜呢。什么强扭的瓜不甜？你们明知道我多喜欢燕子哥哥，如今却要成全他们。生生，感情的事勉强不来的啊！我不管，我就要嫁给燕子哥哥。哎，你敢和我抢男人，我要你生不如死。一会儿你们都知道该怎么做。大家看啊，这就是勾引别人未婚夫的贱人，他的奖都是靠睡评委睡出来的，真恶心！我看望叔的名头也是睡出来的，滚出我们学校！对，真脏！云飞燕，滚出中美协会，滚出文化圈！你这是造谣！宁生，你造谣算什么本事？这还只是个开始，我一定会让你身败名裂。林少，飞燕小姐在学校被宁生霸凌了。这就是勾引别人未婚夫的贱人，他的奖都是靠睡评委睡出来的。北城，是。你别动我的话！云飞燕，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你是狐狸精，我可以不撕你的花。快承认吧，狐狸精！和你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空气都被污染了。就是，谁敢欺负他？谁敢欺负他？我来了，没事儿。来，宁生，你欺负飞燕的事，我一会儿给你算。走。孩子，爸妈，我的孩子，22年了，妈妈可算找到你了。云飞燕是我们宁家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这所有信息都吻合，飞燕就是我们的女儿，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啊？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那我呢？那我是什么？难道是一个弃子？宁生，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你怎么能这么恶毒，竟然散布这种谣言？我恶毒？我恶毒？
是他抢走了我的一切！闭嘴！我没想到你会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啊！你打我！你该庆幸我不打女人。滚！飞燕，妈妈，22年，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这是真的吗？你会不会认错人了？不会认错，我之前就猜测了，你是不是宁家的真千金？对了，孩子，可不可以看看你的右肩膀？对，就是这个胎记，蝴蝶形状，妈妈每晚都会梦见。妈妈对不起你，让你白受了这么多年的苦，让你在狱中受尽折磨。娃娃，我们宁家的小娃娃，22年了，我每一天都在后悔。如果当初我能小心点，就不会把你弄丢了。爸爸，妈妈，我好想你们。小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没人要的孤儿。不，傻孩子，你是爸爸妈妈的心尖宠啊！爸爸妈妈，我也是有爸爸妈妈的人了。凭什么袁飞燕一出现就抢走我的一切？想不想报仇雪恨？当然，我要让云飞燕消失。这笔钱足够你在国外重新开始，能不能顺利完成？放心了，我最了解云飞燕了。她每周5都会去孤儿院做义工，到时候我就在这个时间段下手。查到了吗？查到了，是宁胜和云清羽干的。把他们带过来。是。燕次哥哥，你听我解释。你也配叫我哥哥？是宁胜主使我的，我只是拿钱办事。宁胜，你名下所有资产都被冻结了，宁家也跟你断绝关系。不可能！不可能！我爸妈不会这么对我。从今往后，宁家只有飞燕一个女儿。把他们送进警局，让法律制裁他们。我还活着。噩梦都结束了，不会再有人伤害你了。You paint me like bird painting, mild as the sunlight. Stand by me, stay in your arms. I hold the word that lasts will last forever. 人间错了，你是唯一的值得。